威尔士的首府叫卡尔迪夫，去见有一位英国的华人姐姐。他就对我说卡尔迪夫有那些中国超市，中国超市里面就请了有一位黑人的保安，也许他经常在英国遭受到歧视嘛，所以他就对那些华人的顾客，包括中国的顾客特别的粗鲁啊，而一般的中国顾客呢，往往都是逆来顺受啊，好吧，好吧，行行行，当他这么对我的那位朋友，那位英国姐姐的时候，他的反应就很不一样，他就对对方说。可以可以，你让我这么走，那就这么走吧，啊，然后最后说了一句 God bless you，愿上帝保佑你，啊，结果黑人就当场就愣住了，就不知所措，啊，然后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对他那么粗鲁了。圣经里面说过，我们要为自己的朋友祷告，也要为敌人祷告啊。虽然他也不是敌人吧，啊，这句话的话非常有能量。包括佛经也是说，我们要有悲悯情怀，有同情心、慈悲心，因为人家本身也是可能是难民的身份过来，或者他也是打工人嘛。毕竟保安也不是说那种很高收入的职业，与其是说跟他吵一句，那还不如就是用这种最高能量的话来解决问题。对，我之前个人的时候，往往都是逆来顺受，但是呢，如果是说一次一次又一次逆来顺受，最后搞得自己心态的话，一忍再忍，迟早都会崩的吧。又要锻炼自己的情商，我觉得还是说能够通过做点什么，说点什么，让对方意识到你这样是一种冒犯，同时，又不是那种用发脾气那种负面的方式啊。所以我就觉得嘛，很多事情，很多生活当中的矛盾，如果能够通过心平气和、很冷静的方式来解决，就尽量不要发脾气，因为发脾气首先伤害的是我们自己嘛。所以就有句话说：莫生气，莫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就是之前我们想到啊，你冒犯我了，我对你发脾气，我给你眼色看啊，是希望他能够感受到。我被冒犯了，从而改变他的观点，改变他的态度。但是实际上，这种改变往往是事与愿违的，因为首先我们一发脾气，人的情绪是有传染力的，有感染力的。他感受到这种负的能量，他也许也会用负的能量来回馈我们。而如果我们能够让对方感受到爱啊，那最后效果也是不一样嘛。比如说，我之前拍了7000多条视频。就难免会遇到一两个嘛，就是他说你拍什么拍啊？你干嘛要拍啊？如果说我就要拍，你怎么地了？法律规定的你在大街上怎么不能拍啊？那他可能更生气，有可能很疯狂的行为都有。但是如果我能够反过头来，我说好，对不起，对不起，如果你确实不希望我拍到你那我可以把手机给你看，我那个视频我给你删掉，可以吧？因为毕竟我拍7000多条视频嘛，也不缺你这一两条。就是不是有个段子嘛，说你瞅啥，然后对方说瞅你咋地，结果两个人就打起来了。但是如果发生在我身上的话，别人说问你瞅啥，我说我瞅你这眼睛看着很帅，你是在哪里买的多少钱啊？那说不定对方气就消了嘛。然后他说那对不起对不起冒犯了，他也许会加倍的对我们好啊，这是这一个。然后所以说就是生气或者说愤怒，还有一个小的例子，就是我这次去爱尔兰的就是从爱尔兰去英国的时候嘛，我坐的是一个爱尔兰的航空叫瑞安航空。好，这个航空的话，它比较便宜嘛，然后我登机的时候呢，因为我多提了有一个那个购物袋儿。然后这购物袋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不怎么值钱的一些面包啊、三明治之类的东西。好，结果呢，被航空的一位工作人员是一位印度人啊，他就说：“哎，你规定只能带一个背包的话，你多带一个袋子，你就得交60欧元。”而当时由于是飞机起飞前的5分钟，而且他不断的吓我，你要不交钱的话，you will miss your flight， 你会错过你的航班。我就很生气嘛，我很恼火，我说我总共往返的这个机票也就40欧元。当然我这么说的话，我自己心里面有点情绪了啊，尽量心平气和一些。我就继续对他说道，我当时语气非常的激动嘛，我说我会证明给你看，这东西完全是塞到一个包里面塞得进去的。后来他说那好，那你塞吧。给我塞进去之后，他说那个包就鼓起来了嘛，他那个体积超了。他说你这东西不用扔，乖乖的交60欧元，我就让你走。好。首先我很生气，我很激动，很紧张但是最后因为想到自己航班马上要起飞了嘛，然后最后还是刷了60欧元啊。后来因为这件事情我难过了3天。不过呢，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有另外一位爱尔兰老太太嘛，她说：“哎呀，我就带着这个包，总共她收了我90英镑，那90英镑呢，差不多100欧元了啊。”但是她说的时候就跟演小品一样说相声那样子，她那种自嘲的语气，她就很开心。
所以第一个层次是生气嘛，第二个层次我就想到，哎呀，那居然要刷60欧元的话，我因为60欧元生气3天，那说明我的福气还不止60欧元呢。有的时候人还是知足常乐，应该心平气和的开心一点。好，这是第二个层次，而第三个层次的话就是有所行动。我后来跟另外一位大哥聊到这件事情，他就对我说啊，他之前从德国也是坐爱尔兰航空回爱尔兰的时候也是遇到类似的，说要收他60欧元，因为你多提了一个袋子啊。他是首先很冷静啊，他说你让我重新再排一次队，好，排队一会儿。这也是一点，因为他提前排队，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不慌嘛。你有一个体验量，有个时间。好，结果他走到后面去就开始扔东西，开始清东西把有一些值钱的小的那些东西他放到包里面去了。然后他找到有一位空姐，他说这剩下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些香料啊，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茶壶啊、瓷器之类的。他说这些我就送给你了，因为反正带的话也带不走，它不值那么多钱。结果空姐说：“哎，不要不要，我哪要这东西啊？”然后他就跟空姐解释嘛，空姐说哪有这回事儿就跟他同事说，说了一声，说通融一下，就让他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欧洲的话也不是说那种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其实欧洲人的话也是你跟他讲，有的时候看上去不可能的也是有可能的。第二的话就是不要改变吧，就是从一而终。我说好了，我不想交这个钱，那从头到尾就可以不用交这个钱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的，我那位朋友他从爱尔兰飞往北美的时候也是提了有一个有点中等体积的包吧。好，结果那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说你这行李必须得托运。后来我这位大哥说，我转机总共才转1个小时，如果是说你一旦托运的话，我就算以100米冲刺的速度，我也赶不上这个行李托运，我肯定是会错过我的行李的。后来空姐就激动了，你必须得check in，你必须得check in结果后来他的经理都走过来，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你这是什么服务态度？你就这么激动的态度给客户服务的吗？结果他说我哪里激动了？我哪里有激动了呀？明明是他在那里，他蛮不讲理。结果后来所有人都看着他嘛，看着之后，然后空姐自己都尴尬了，就说好好好，那行行行，然后最后也是让他自己把那行李拎上去了这是这一个故事。所以我就觉得嘛，我们其实开心就是福气有人他因为10块钱吵起来了，那他的福气就只值10块钱有的时候就是心平气和，能够冷静的，能够开心的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解释清楚，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那种福气。对，因为一旦是说发了脾气之后，你有时候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会说什么话，或者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冷静一点的话。首先是保护自己，让自己开心的。那发脾气的话，不管对别人有什么影响，我觉得首先是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就是能够驾驭自己的情绪，驾驭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恐惧、胡思乱想，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然后说到恐惧的话，我觉得爱的定义就是没有恐惧。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在英国这个公共交通嘛，虽然很发达，但是真是奇贵无比。你看，同样的那个里程，同样的公里嘛，我在爱尔兰坐火车只要5欧元，在英国同样的里程要50英镑。我后来从英国卡尔迪夫去谢菲尔德那个往返的那个火车票，我去查了一下，就是它要170英镑往返。而英国那个火车票它就跟飞机票一样，随时都在变，随时都在涨。后来我就去搜那个长途车的那个巴士票，它只要30英镑。然后后来我就坐巴士过去了，而且你随便去坐一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什么的，那就是5、6英镑、7、8英镑了。我觉得它真的是太贵了。它贵的话，它这个服务也不好。它那个火车站呢，很多都是那种有100-200年的火车站，特别旧、特别破。包括它那个火车，我估计可能是60、70年代的火车，里面也很脏，也很破。话又说回来吧，他的工作人员态度也很好，有时候找他问个路他也跟爱尔兰一样友好。不过他只是工作人员，只是说你去问路的话，你去问了的话，他就对你很耐心的去解释，就陌生人之间的那种善意嘛。我觉得爱尔兰他对我来说更有家的感觉因为在爱尔兰的话，就我有时候在龙人走的话，他每一辆经过的车的那个爱尔兰的司机嘛，都会跟我挥手致意，打个招呼，甚至说有时候还有车开过去，然后再掉头回来，然后问要不要搭我一程，要不然带我一程，还免费带了我大概好几公里，我还是很感激。不过话又说回来，爱尔兰它这个人口实在是很少，有时候
虽然是说你说你每辆司机都跟你打招呼嘛，但是我可能走个好几分钟才会有一辆车经过啊，包括在街上的话，也是走个好几百米才会有一个陌生人，互相之间都会打个招呼，Good morning 啊，Good afternoon，不就是感觉心里面就特别的温暖。虽然说爱尔兰它这个票价比英国便宜很多吧，但是它真的是2小时才有一班车。我有次去见我一个朋友吧，上午是错过了11点钟的那一班车，然后下一班的话就下午5点钟了。后来我从那个卡尔迪夫，后来去见我一位藏族的同学，啊，我2年都没有跟他联系了啊。但是这一次的话，我就突然打电话说，哎，能不能见你一眼啊？他说来吧，来吧，那欢迎欢迎。好，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前几个月刚刚拿到了英国的身份，就英国的永久居留权啊。拿永居之前，那一般通常就是准备材料要好几个月嘛，然后要预约去面试，那1、2个月，那心里面真的是诚惶诚恐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妄念，各种各样的胡思乱想，都会折磨着自己。他说他当时就在念绿母度心咒，是佛经里面的有一个经文藏语叫卓玛，就是央金卓玛呀，卓玛就是那个卓玛。他说他每天大概念个2遍，然后最后首先自己心态特别的平和，如果再信一些的话，就相信会有一些有菩萨有能量的话，那个作用会更强。就是我们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嘛，就教育说那是封建迷信啊，我能够看得到什么，我就喊神，神你在哪儿？那没有来，眼见为实，看不见的好像就不是真的。但是藏族同学他跟我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你看我的手掌，对吧？你能够看到正面，但是看不到背面。你看不到背面，难道是说它就不存在吗？啊，包括我们 WiFi 看不看得见？看不见，对吧？但是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是切切实实能够存在的，能够导致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么一个沟通的。我觉得其实人他的那个五感还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频率的一个范围。你看，比如猫，它可以看到紫外线啊，所以说有时候为什么猫它盯着一个地方一动不动的，它在那儿看，那说不定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存在在那儿，是你说不清楚。好，蛇它可以看到红外线，比如现在晚上窗外，那躲在草丛后面的有一些什么老鼠啊，那动物，蛇它能够看到，我们看不到，但它真实存在。包括金鱼和蝙蝠嘛，它能够听得到超声波，它能够回声定位，就是晚上看不见的时候，它吼一嗓子，它就能够判断那个障碍物的距离有多远。甚至说金鱼它隔着2000公里，它能够远程的互相通话，通过超声波的那个高频率的那个声波，就不需要借助 WiFi，能够直接千里眼顺风耳了啊。不是千里眼，只是顺风耳哈。鸽子它能够感受到地球的磁场，所以说它不管飞个几千几万公里，它不会迷路啊。这个我们人感觉不到，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藏族同学他说他当时也很紧张嘛，他母亲在印度啊，因为他们是在印度出生的印度藏族嘛啊，就是说也很紧张。然后后来找了有一间那个印度的藏传佛寺啊，是相当于一个尼姑庵吧，然后总共捐了有1万卢比，1万卢比相当于1000人民币。大概2000台币吧，不知道是不是2000台币，对，相当于大概120美元，捐给了尼姑庵，给他念了有1万遍绿母度心咒。后来我就说哇，那念1万遍绿母度心咒，那得念到猴年马月。结果藏族人就说是总共有100位尼姑同时念，然后念100遍，这样乘起来算是1万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验过，如果是说一群人一起来朗诵。或者一起来唱歌那种能量，就是说，为什么电影院演唱会同样的电影同样的歌，为什么在演唱会你感受到那种气场它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共振吧，那么多人的那个小心脏的那个频率的那种简谐共振，它产生的那种效果，它还是会有那种意象在里面。我这一次去见我藏族同学，那是已经是时隔3年嘛，上一次是2021年啊，那这都快4年了，对。2021年，我当时见他和他哥，他们就说：“哎呀，他特别感激你啊，因为3年没见了，这个很感谢你上次带我们去吃火锅。”对，所以我就觉得高频率的朋友，他永远都是记着别人对他的好。我是想着，我3年前我来你们家白吃白住了2个星期，你们带我到处去玩，到处去吃英国的自助餐什么的。可是那个火锅的话，我只请他吃了1顿。对吧？他帮我的那些付出，他都忘了，他只记得我对他的付出，懂得感恩。我觉得这朋友还是挺好的。再说到3年前嘛，当然他哥大概那个时候28、29岁，然后在英国读了硕士，然后在英国打工。虽然是28、29岁了，但是整天也是打打闹闹、嘻嘻哈哈，每天都笑得很灿烂，就跟我一样，对吧？所以我当时就在心里面就在想嘛，我想你这怎么找对象呢？对不对？你去找
英国人那肯定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你的朋友圈都是藏族，对吧？你找汉人，你又不会说汉语，他们在印度出生，他们父母都是在印度出生的，都是说英语的嘛，对吧？然后我就很担心，你要是找藏族妹子，藏族在那边也是僧多粥少嘛，对不对？男生比较多，女生那怎么办？尤其是我老爸，他天天说，哎呀，你看中国3000万光棍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英文人说计划生育，对吧？对，反正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也有一个段子吧，就是说。好像是我们华人男性只要出国了，那有一定的概率可能会一辈子单身。比如说你看华人的骄傲费翔，他长得帅嘛，多帅嘛，多有魅力嘛，断子绝孙，至今未婚。尊龙那更有魅力，更帅了，至今未婚。那何况是我们普通人呢？好，但是我这一次我去的时候非常开心，他找到对象，而且去年结了婚。我就问，那你嫂子是谁啊？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呢？是华人还是英国人还是藏族呀？他在这边留学的还是在哪里留学的呀？就后来我藏族人，他说你不要问，千万不要问了。你之前看到女孩总是问人家年龄啊，那很不礼貌。我们这边都很注重隐私的。好，我就想哈，谢谢你的提醒，我就不问了。后来他带我去参加有一个他们举办的一个祈福嘛，因为不是上周说在西藏自治区发生地震的嘛，然后当时是统计大概有200人离世。好，然后他们那些藏族也有是印度的藏族嘛，他们都在那里相当于举行的有一个网上的一个 Zoom meeting。相当于一个网上的一个会议吧，一起来念经，为灾区的一些同胞祈福。哈，然后呢，去的时候我看到有2位女孩长得特别好看有一位是波兰的一位女孩有一位女孩呢看着长得很像中国人嘛，好了，然后呢跟她就用英语聊起来了，后来聊了一半之后才知道那是她嫂子，对吧？因为之前被警告过了，你不要问人家年龄啊，所以我就跟人家随便聊，哎，你来这边多少年了？怎么样？后来他先问我年龄，他问我多少岁，我说我27岁，然后他说哇，那你看的最多就像21、22岁的样子啊，所以我就觉得你跟老外聊天啊，你这个他们觉得我看着像高中生，但是我跟华人聊天的话，他说哎，你穿的这衣服太显老了，看着跟30、40岁一样。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管他们叫老外？是不是因为中国人看着更显年轻一些，还是说因为这个西方国家他吃的那东西都是很重口味的，什么甜食，要么就很辣的，要么就是那种油很多。搞得人可能衰老的比较快一些，搞不清楚哈。后来他就告诉我嘛，他说他是也是在印度出生的，藏族，然后老家是在康定那边，那就是康定情歌的那个康定嘛。那算是现在是归四川，那不是川妹子嘛？果然川妹子来英国这几年也变白了，而且人特别有修养。他是在印度读的硕士，然后在这边做那个软件工程师嘛。所以我就在想嘛，为什么那么恐惧找不到对象呢？对吧？该来的话，也可能是我在这边有时候可能替他着急吧，替他哥着急，然后最后该来的都会来的。好，包括我很多印度同学，大学里面基本上不谈恋爱的，男女生都是很纯洁的友谊。我就担心嘛，我想到有个印度哥们那么肥啊，整天也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你怎么找对象？后来我问了很多印度同学，他说他们通常是父母帮忙找对象，父母互相之间安排好了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我们的观点的话，会觉得这包办婚姻这是没有自由的话，对吧？怎么样？但是你就统计而言的话，包办婚姻通常，就父母双方安排的嘛，他那个离婚率是最低的，因为毕竟过来人的话，他会更有智慧，他去择偶的时候，给我们自己年轻人去自由恋爱的话，考虑的会更加的周到。我还遇到另外一位女孩呢，波兰女孩，我当时就很好奇，我们这边都是藏族人嘛，你怎么认识的呀？你是因为对藏传佛教感兴趣，还是怎么样？结果后来他们告诉我是他们有一位好哥们儿的女朋友未婚妻，他说他们是通过那个 dating app， 就相当于相亲软件、相亲软体来认识的。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如果用那种相亲软体的话，也许是说概率会更高一些，因为我们如果说就这样盲目的去人山人海里面的去找，他有的已经结婚了，已经有了对象的，或者有的对我们不感兴趣，而那个相亲软件的话，它是你只有双方都感兴趣的，都滑向左还是滑向右，它就会来触发那个对话，触发链接，对吧？所以就概率学来说的话，这本身就是已经对我们有好感的，然后再来聊，就比一个他一开始只是想做朋友的那个概率要大一些。这也是《孙子兵法》里面讲到上善若水，任方圆，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对我们有好感的，然后你再去跟他谈，那就像瀑布一样，哗，那都不需要怎么样证明自己了，怎么样去说服他，怎么样去努力的，千方百计苦思冥想，绞尽脑汁的把女神给追到，对吧？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据说嘛，就在现在中国大陆，很多我们年轻人就是都想我干脆就单身一辈子了。为什么我要通过这种
10年寒窗苦读，然后最后找好工作，拿铁饭碗，然后再去按揭一套房子，当30年房奴，就只是为了说服丈母娘把女儿嫁给我，那还不如我就自己吃好喝好的，我一辈子就成为单身贵族，那该多好。还是人各有志吧，怎么样都是对的。他选择单身就单身，但是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他们那生理需求怎么解决啊？前面不是说那个相亲软件嘛，然后有一些相亲软件一开始它的出发点是相亲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就变得就干脆就相当于临时的亲密伴侣关系啊。对，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尽量是不要去体验那种临时的那种亲密关系呢？就是因为它跟毒品一样，我们10年寒窗苦读。然后努力的去找到好工作，买房按揭房，然后再千方百计的花1-2年的努力追上女神，最后才享受到洞房花烛夜的那一刻。如果是通过那种软件来建立的关系的话，那也许一晚上你就能够享受到，那不就跟毒品，那就相当于就跟吸毒一样，人生的4大喜事是得通过我们很长时间的那种持续不断的耕耘，持续不断的付出，才能够体验到的那种幸福，那种由衷的那种喜悦。如果是现在能够通过吃一粒药丸，2秒钟就能够体验到，那人就会不断的沉迷于那种药丸里面，他就会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失去了那种幸福的动力然后最后不断的加大药量，加大药量，加大药量。有2种东西是不应该来到这个星球上的，第一是毒品，第二就是核武器，因为它是不同维度的那种能量。降临到了这里，它产生的那种灾难吧。核武器是物质上的灾难，而毒品的话是那种心智上的灾难，那是不可估量的。那个人他就废掉了。对，包括佛的话，印度教灵修、藏传佛教，他对性的那种理解的话，就是说可以是有，它也是很美好的，但是就是不要过度。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过度的话，那都是不好。我跟这些藏族朋友我们都聊嘛，就是说国内有一些藏民嘛，他信藏传佛教信的特别虔诚，自己都破衣烂衫，都祈祷了，然后他把他收到的微不足道的那一点那个收入100%全部都捐给那些大拿嘛。他们也觉得这样子做的太过了。首先我们要自己过得开心，自己过得滋润，才有条件去帮助更多的人嘛。但是呢，藏传佛教的那些修道院它之所以做的那么金碧辉煌，包括爱尔兰这边天主教堂，它做的那么的宏伟，那么的壮观，他说他是想吸引那些更多的人来信我们。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说通过你的那个外在的条件嘛，外在的这种物质上的被吸引过来的人，他最后他看重也是物质嘛，你就吸引力法则的话，这会不会是相冲这个我也不知道。所以就是还是凡事有利有弊吧。不过我觉得像这种地广人稀的国家嘛，它其实2小时一班，他的车有时候经常都是空车。都是空车运行，他可能也就是那么几趟那个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整辆车人能够坐满，别的时候都是空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就是为了那1-2位客户、1-2位乘客，你来设计这个线路。说到为人民服务的话，我想到我之前10几年前读初2的时候，当时那个时候我们加入共青团嘛，因为当然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嘛，所有的中学生你稍微优秀一点怎么样的，然后老师都会劝你加入共青团。好，然后加入共青团的时候。我们不是学校的领导会有一个那个宣誓嘛，就相当于我宣誓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然后时刻准备着为人民服务。那位领导他说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就是你看你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在阶梯教室嘛，他说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那个桌子嘛都是咵的一声很重的，就直接啪的一声坐下去了。他说你坐的时候能不能慢一点、小声一点，轻一点，爱护一下公务。轻轻的把他那些椅子轻拿轻放，他说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也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如果能够释放善意，尽量的释放善意包括如果是能够开心的，能够不生气，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说看到有一个人很不爽的时候，我能够尽量的来调整一下心态，心平气和，就尽量心平气和。我觉得这也是什么叫爱，这也是大爱，这也是无限的爱。像英国、爱尔兰这种国家嘛，还是能够有辆车的话，是会方便非常非常多也不是说那种很豪车吧。我觉得它如果说有和没有的区别是10，那可能普通车和豪车的区别就是0.1。后来我去谢菲尔德，我去见我藏族同学的时候，他这次他买了辆车嘛，因为他说他哥考驾照考了好几年都没有考过然后最后他提前考过了，然后那辆车就先给他来开。
好，然后他就带我到希菲尔德旁边有个国家公园，然后那边可以看雪景，哇，那真的是特别美。我过几天有时间，我把那个镜头给好好的剪辑一下。对，但是如果是说没车的话，那当时我们就没有机会去那里嘛，那又要等车，然后最后又要看什么时候是末班车，那时间就来不及，而它好几十分钟才一班，那可能也就是在附近的市中心逛了一逛。我在英国旅行了大概有10天左右，最后我就也是同一个航班坐飞机回国。好，回国的时候，回国还比较有意思，就是坐公交车的时候，他这边都可以刷信用卡啊。我那个卡的话，在英国它卡尔迪夫的公交车刷不上。好，然后我去的时候，当时没刷上嘛。后来我找到有一个爱尔兰的有一个小哥，我说我能不能那个通过网上银行给你转钱，然后你帮我刷。然后他真的是一分不多一分不差，他说哎呀，那司机说的那么多钱，你这个你必须得按照汇率给我算。当然也很感激他，他毕竟他用他卡帮我刷。但是后来我回来的时候遇到有一位亚裔是菲律宾人嘛，他直接二话不说看了他就直接啪，他说哎你都不用给。但是后来我执意坚持嘛，坚持我必须得转给你。然后在一路上也不断的聊啊聊啊聊啊。菲律宾人的话，就他告诉我他名字嘛，他那个姓的话他叫卡尔。我想哇，那亚裔你怎么叫卡尔？你名字包括他的姓什么卡斯蒂里安、塞巴斯蒂安，这姓都特别西化嘛。后来他告诉我，他说因为菲律宾之前被西班牙殖民了好几百年嘛，所以他们的那些姓名啊都会有一些西班牙话。他说菲律宾的国语叫他加祿语，它里面很多词汇跟西班牙语都是类似的。他们虽然是天主教，也学佛，去学习有一些禅宗啊。后来我就送了有一本就是藏族同学送给我的西藏度王经，我给他看。西藏度王经的话，反正现在很多那些 YouTuber 玄学的 YouTuber，我就问了我藏族同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如果平常时的话，经常的来那个冥想，来进行一些禅修的话，首先是心态很平和，然后第二的话，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儿的时候，就会临危不乱。什么事儿呢？他就说，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至亲，比如我们父母去世了，不管我们怎么样吸引力法则，怎么样美好的憧憬，那肯定亲人离世，这是不可避免的嘛，肯定会有这一天的。好，他就说，如果我们在冥修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心理准备，等到那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更好的度过它，更好的解决它，甚至说，当我们自己死去的那一天。比如说濒死体验，突然灵魂出窍了，能够第三人称观察自己，但是你去跟周围人说话，他都没有反应这个时候意识到我们死了。如果是说真的有了这一天的时候，而我们平时经常来冥想，经常有那么一个心理准备，等到了那一天的话，那就会没有恐惧。我觉得没有恐惧就是爱，爱就是没有恐惧有时候想到有的人他很混蛋，或者说他坑蒙拐骗，换一眼想他也是众生一样的人，那就会有一种悲悯情怀，那对他的那个恨，对他的那个愤怒，就会至少少了2/3了。然后另外的话，为什么你说就佛教包括基督吧，他也说神爱世人只要信基督得永生。我就想抬杠嘛，难道一个混蛋他信耶稣他也得永生吗？那难道是说一个混蛋他在那里坑蒙拐骗也是值得我们原谅的人吗？我21岁的时候，我当时就经常就是愤世嫉俗吧，就像孟子所说的养无浩然之性，出门看谁不爽，我看到这个人我觉得他是小人，那个人是小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又觉得他是小人，我总觉得又有刁民想害朕，我是这种心态的。好，直到我21岁的时候呢，我为印度大哥室友吧，我就跟他聊那件事情，我说哎呀那个人是小人，那个人他混蛋，他不讲诚信，然后他出尔反尔。好，他说他是印度旁遮普人，就是那种戴头巾的锡克人。他说在他们老家有一句谚语嘛，就是说当我看这个人是小人，这个人是小人，这个人又是小人的时候，最大的小人其实还是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因为这个小人他可能一辈子你就遇到这么一次了但是因为那么一次，然后每时24小时天天想到那件事情，天天烦，那最后伤害的不也是我们自己吗？可是我当时就不解，我又要问，那他是小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原谅他？所以就是根据印度教或者是说佛教的这种说法嘛，因为他有轮回嘛，他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上辈子可能欠了他1万块钱，所以这辈子是得连本带利来还。他为什么那么坏？他为什么那么混蛋？就是因为我们上辈子欠他了。所以这么想的话，哇，整个人心态不那么执着了。我就想到嘛，那个爱的话有3个层面的爱。第一个层面的话，比如说我将来有了小孩，我说你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你一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你一定要成为上流社会，过上体面生活的人，这是我从小父母那么教育我的可是万一要是他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他只是成为一个工人，一个建筑工电工怎么样？那怎么办呢？
所以第二个层面的话就是尊重他，他想我就是想做普通人，我想做厨师，我想做护士，我想做一个就是本本分分的普通平平常常的一个清洁工，怎么样？好，那我们就尊重他这是第二层面。而第三层面的话就是接纳，就是看到他有缺点我们也能够接纳他比如说父母毕竟有代沟嘛他那个思维如果是那种更高层次的，那我也接受他。我知道我跟你抬杠，你很难受，我也很难受，跟你解释，然后越解释你越对抗，那我还是好，我就接受他。包括我室友，我有很多那些大学生的室友嘛他们喜欢抽烟嘛，你看现在年轻人是由于抽那种电子烟更加上瘾的，对吧？我之前的话，我说哎呀，抽烟有害健康啊，你不能抽你每天少抽一根烟，你现在把烟给吸了。他说好好好，他表面上说好，但是后面还抽嘛。所以我现在我就知道了，更高层次的就是接纳，本身就是我就对他说，你是谁规定吸烟有害健康的？我爷爷照样抽烟，活了80多岁，甚至是很多那些名医他们都抽烟，都很长寿。所以你要抽的话，你就快快乐乐的抽，痛痛快快的抽吧，说不定你如果憋着不抽的话，你还少活几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更高层级的那种爱因为我在湖北出生长大嘛，我们从小就我父母总是说，哎，你一定要叫什么？你一定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要出人头地，我们一定要争气。而且湖北人，尤其他农村的话，他说，哎呀，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城里人瞧不起我们，所以你一定要考出去，你要考上好的学校，要争一口气。我一开始深信这个原则，有时候我妈跟她同事闹矛盾呢，她把那个矛盾投射到我身上。他说，哎呀，就是因为你没有考上全班第一，你要考上全班第一了，你给我争口气，你考了名校。后来我就意识到了嘛，我觉得这个你说争不争气，其实是一个很主观的一种心理的感受，对吧？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是把我们当朋友，他不会是说因为我考不考得上名校就对我好不好。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我当时接近2年前回国然后有一位邻居嘛，他不会说我在国外怎么样考了名校了，很有出息，怎么样他说你在国外吃也吃的不好，东西都贵而且你表弟找了女朋友了，你现在还是单身。我到那一刻我其实我就开悟了嘛，我就觉得其实不需要外界的证明，就是因为有的人他有那种嫉妒的心理他得通过在别人身上寻找那种不好的地方来证明，来衬托他自己过得有多好。像遇到那样子的人，那我就说，哎，那确实我在国外也确实是吃的也不好我确实现在也单身，我也很难受，你开心就好了，悲悯的情怀。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遇到这种人的话，就是我越说我过得好，他心里面他越难受。但是如果我说我过得不好的话，说多的话，我自己也不爽。所以遇到这样子的人，那尽量的话就应付一下，远离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也改变不了他。因为这世界上有80亿人，有千千万万的人可以同频的，可以聊得来，可以成为朋友的。那为什么要就是把时间去放在那种就是你又改变不到的人身上呢？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我老妈她从小她不断告诉我，你不要早恋，你千万不能早恋，你不能早恋她跟我说，她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你成绩好了，自然就会有女孩喜欢你所以后来我就成了书呆子嘛，我就拼命的读，拼命的读。好，后来结果我大学毕业之后嘛，我觉得我现在终于时机到了，我可以鼓起勇气向我高中的班花，向我高中的女神去表白。结果她当年是想考研究生嘛，第1年没有考上，我对她表白正好是她没有考上的那个时候，然后她就不断的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你学成归国了，你再来找我。然后我就对她说，我在印度拿了甲等荣誉学位，而且我考上爱尔兰最好的大学，这我觉得已经算是学成归国了，所以那你能不能同意做我女朋友行不行？她说不行，时机还不到。我就在微信我给她发那个留言，我说我喜欢你很久了。她对我说我不喜欢你很久了。然后我就很尴尬嘛，我就对她说其实你明明就是喜欢我早就看出来了。后来就发现我被她拉黑了，所以就从这一点我就知道我妈她说你只要读书好，你只要成绩好，自然就会有女孩子喜欢你，那些都是骗人的。我觉得成绩好是一回事儿，自己优秀是一回事儿，同时你肯定要付出嘛，就是你要付出经营那一段感情，然后同时要关心人家，这样子才有的算。不可能是说我自己优秀了，然后直接女孩子投怀送抱过来了。就是在学校有2样东西他没怎么教。第一的话就是感情，你就是怎么样找对象，维护好一段感情或者说一段婚姻。然后第二的话，怎么样理财，怎么样发财。
这个也不会教，学校也不会教，学校都是教我们怎么样成为好的打工人。对，所以这方面的话也得好好的去跟一些朋友去学。后面我会考虑去做一些的 YouTube 影片来讲怎么样理财，或者怎么样来经营好一段关系。对，故事的最后嘛，就是我这次从爱尔兰回来的时候特别感激嘛，特别感激，因为我上一次我不是发了有一个那个影片嘛，就是去聊我华人在爱尔兰的那种感受嘛。后来有一位爱尔兰的观众是一位老太太，他就跟我留言嘛，给我发了邮件，特别喜欢我的影片，然后想跟我一起聊一下，一起吃一餐饭，包括那几天就是也一直有邮件联系。我告诉他我是昨天从爱尔兰回来，然后他还专门就是在都柏林机场来接我，然后把我送到了100-200公里之外我住的那个小镇嘛，然后在小镇里面最好的酒店请我吃了一顿饭啊，我心里面其实很愧疚的，因为我创业这几年嘛，挣的也不是很多，这一顿饭再加上来回的那个什么油钱啊，然后停车费的话，那基本上都是有100多欧元的。后来我们聊天呢，还被聊了很多。他说他特别喜欢看那个中国的一些古装剧，而且很喜欢肖战呀、王一博呀，像这些人就是这些明星嘛。王一博跟我同龄人，就是他出名的那几年嘛，正好是我在这边就是那个考研考的最焦头烂额，然后读研究生压力最大那几年，所以那几年没怎么追星。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了，不管是什么年代出生的人吧，我们追的明星通常都比我们要大个几岁因为追星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读中学或者读大学的那个时候，而明星你不能中学生就直接成名嘛，成名的话他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个机遇，然后通常都会等到相当于20岁出头的那个年龄，所以这就导致我们可能对我们自己同龄的明星反而还不是很熟悉。我就在想，我这次回国要不要给老太太买一些肖战或者王一博的海报寄给人家？对，然后包括老太太她也说嘛，她说就是我在聊到移民的时候，有一些爱尔兰当然很少几个别吧，不友好的留言。不友好的人，他说你不要管他们，直接把他们忽视掉了。他就说，当年爱尔兰大饥荒的时候，爱尔兰好几百万难民嘛，全世界各地的跑，当然去北美的是最多的。他说他们都接受我们，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双重标准又不接受人家移民呢？对吧？我有朋友就是入爱尔兰国籍的时候嘛，他说那个签证官就说了，他说，你要知道，我们都是一样的，虽然肤色种族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灵魂都一样。所有人不都来自于非洲嘛？而且他还说，他说爱尔兰只是一个岛，只是我们的祖先比你们早来了，早登陆了几百年。但是其实你只要来的话，我们大家都是自己人，都是一样的人，所以这一点的话，我很感激。第二的话，就是爱尔兰最让我感觉有家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认识到了这边的第二代的华人嘛，就是那些那些年轻的一些小伙子，就是读高中、读大学的，他们都特别非常非常的有修养，就是他没有觉得你们中国很落后啊，我是爱尔兰人，我是城里人，你们乡下人，没有，他觉得爱尔兰很好，中国也很好。好，然后你跟他聊天的话，他就是彬彬有礼，特别的谦逊，这是最让我感受到触动的地方，就是他没有那种优越感。英国人的话，因为他毕竟之前是日不落帝国嘛，他有点优越感，爱尔兰没有，而且他之前穷过，而且之前也是被人歧视过，所以说他就是最恨歧视人家的人。他来的话，大家都是一律平等的。好，包括这边的华人嘛，也许他第一代他父母都是打工或者是在餐厅里面洗盘子怎么样的。好，但是到第二代的话，只要好好念，那都能够读到爱尔兰最顶尖的大学，因为毕竟我们华人有那种考试做题的优势吧。就是他读的那个大学嘛，都有奖学金。就我问的这边大学生，通常就是每个月，如果是说非名校的话，那就是300欧元的奖学金啊，就相当于你自己租房子生活补助了。好，如果是名校的话，他就不给奖学金，所以那这样子他就会让我想到，那这个名校的意义何在？我后来就想嘛，我当时读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我就在想到我交那么多的学费，其实你说学这个东西，你在网上不都能够搜到，都能够学到嘛？但是就是我跟人家聊的时候嘛，他们说哇，圣三一哇，就是他们，我觉得这个哇的话，就值我这20多万人民币的学费了，就是主要就是这种信任吧。对，就像我们去见比如说约会啊，或者说你去见客户的时候，要穿一套西装嘛，这个西装它并不能够说明什么，但是它给人家的这种感觉是一种信任。包括有那些就比较资深的一些房产中介，他去带客人看房的时候，都会开着自己的宝马车。哪怕他宝马车是2手的，比1手的丰田还要便宜很多很多，但是开宝马车就比像我这样腿着走过去或者坐个公交车的话，他更能给对方建立这种信任。对，所以我就想后来
当然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后面再慢慢接着聊，就是这个移民话题嘛。我后来也想到，你看爱尔兰还好了，但是去英国的话，50%的都是全世界各地的移民，另外50%甚至还不到才是白人。所以我就在想，你想我们老家，如果我们在我们老家大陆、台湾、马来西亚，对吧？如果是说我们当地的那个原住民只有50%不到了，剩下是全世界各地的人啊，那我们会怎么想？这个话题也比较复杂了。对，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那个意见的话，有任何的观点，欢迎来留言。但是总之吧，无论来自于哪里，我们人类灵魂都是一体的。有一些老外嘛，他不是生好几个孩子嘛，啊，然后爱尔兰还好，他这个学费很低，但是英国的话9000英镑的学费。所以后来我就问了英国大学生朋友，我说你爸他到底怎么养活你们兄弟几个？9000英镑对于老外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钱。好，然后他就说，他说这边他有一个系统，就相当于大学的时候，你这个学费，如果你没钱的话，你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好，助学贷款之后呢，就相当于他鼓励你去兼职吧，然后兼职的话从工资里面扣。当然，如果没有达到那个工资标准的话，他是不会扣的。后面的话，大学毕业之后，找到那种高收入的工作，他说他会从工资里面扣。好，正是因为他这种系统，他就会鼓励大学生出去兼职，出去做服务员，出去到餐厅洗盘子。你之前先洗了盘子，然后你再去坐办公室，去做那种高大上的工作，他就会更加的，就是相当于众生平等，平视众生。你看坐办公室的话，虽然轻松，但是工资的话就远远没有那些爬电线杆子或者那种建筑工人体力劳动高。所以我觉得就这边的话，他会就是有那种平等的感觉，就是你多劳多得，而不像在有一些国家嘛，比如说印度嘛，你坐办公室的话，你就是像老爷一样，拿的工资又高，而建筑工人的话才只有几百人民币的工资，对吧？然后另外一点的话，我也想到，因为他西方也是老龄化社会了，他就会有那种那个敬老院。怎么说？就也是因为少子化吧，就很多有些老外他不愿意结婚，或者结了婚他不愿意生孩儿，他就丁克尔家庭，那最后老了之后嘛，政府虽然他都会给钱去照顾，但是照顾的话通常都是移民，就比如说就是印度啊、巴基斯坦啊、菲律宾啊，包括有我们华人去做护工，去照顾那些老人。好，照顾老人的话，虽然人家来照顾你，虽然是政府来报销那个费用吧，但是毕竟不是自己亲儿子。所以他有一些他会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也会有一定的边界感啊。而我们华人的话是说养儿防老，是自己亲儿子，你来端屎端尿的话，你是不是会更加亲切一些呢？所以就是说，任何一个硬币的话，你都会有两面，就是很多东西其实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吧。我从发展的眼光，从积极的心态、积极的这个维度去看的话，它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是我想到曾仕强教授嘛，他说只要是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只要我们以好的心态去看它，因为我们所有人不都是一日三餐，然后睡觉也是睡一张床嘛。多的话，你生也带不来，死也带不走，多的都是攀比。而且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人也好，最后你都是不可避免的，都会走向死亡。所以我们要向死而生。很多东西，物质上的它带不走，但是我觉得精神上的，比如说功德，我们帮助了别人，无私的帮助了别人，或者说有一些很美妙、很奇幻的体验，这个东西是可以带得走的。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好的想法，也欢迎我们一起来留言讨论啊！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